大家好，人生不易，生活艰难。做艺人的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过的都是一种人前光鲜、人后艰辛的无名的生活。所以，所有的黑粉们，如果有兴趣去体会一把艺人们的生活的话，一天就好，甚至1个小时也好，就能够深刻的领悟到一种叫做万千辛苦能与谁人说的生活的血泪和成名的艰辛了。赵丽颖一张猫在路边端着盒饭的照片被路透了出来，朴实无华的样子真的跟走南闯北风餐露宿的普通人生一模一样。这就是越接近于真实的生活，就越能够打动人心的艺术的核心所在了。艺术通常都是高于生活的，也同样是源于生活的。赵丽颖10几年前端着盒饭的样子和10几年后端着盒饭的样子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您看得出来了吗？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份行动。11月22号，路透党和官宣党们终于碰头了，终于等来了王一博相当带感的一张电影官宣的正式海报了。由博纳影业操刀打造的，于东担任总制片人，程耳担任编剧及其导演的电影《无名》，最终曝光了一款相当拉风的海报。两位千呼万唤使出来的男主，也就是梁朝伟、王一博这两位新老组合的双保险的造型首度的曝光了。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反反复复的提到过了，这部《无名》乃是响当当的正剧之王的弟弟了，是中国医生长津湖之后的博纳影业集团中国胜利3部曲的第3部作品。该片重点聚焦了上世纪初的一段关于隐蔽战线的故事，主要讲述了中共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的一连串发生的惊心动魄，以及用生命、热血和忠诚捍卫祖国的传奇的故事。这次释放出来的海报别出心裁，内容满满，全黑白的造型让黑白交错的故事感和胶片感立马扑面而来。窗棂上的无名这2个大字打对角的折射在了桌面上，脸上都是风霜和戏码的这个老戏骨梁朝伟，一手插着兜，一手则搭在椅子上，脸上的阴影以及背后的历史仿佛立体展现出了一幕勾心斗角的故事场景出来了。至于王一博刻画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白皙的脸上没有一丝的阴霾，阳光和朝气配合着时代烙印的大背头，除了他的脸，整个人都藏身在了黑暗当中。这种海报的故事感仅仅由这2个人就完美的诉说出了一个大致的主干出来了。高强压抑的细节，这2个人注目的方向，这就是博纳特有的电影元素了。我喜欢这种风格，虽然我一向都特别不喜欢纯黑白的老旧的叙事套路，但是这种沉重的海报的结构还是传递出来了一种不一样的画面感和冲击力，那就是沉甸甸的2个字。当然了，我指的不是无名这2个字。话说无名的主演既然是王一博，那么这次海报当中卡 C 位的梁朝伟说明了什么呢？我只想说，有蜚声两岸3地的重量级影帝这个梁朝伟的重磅的加盟，
绝对是主流艺人王一博一次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和冲奖机会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国际大导演李安曾经这样评价过梁朝伟，他说：我觉得他很早以前就是天才演员，然后就越来越好。你觉得梦想中的演员应该怎么样？他就是这样的。不只是演技好，而且他很会替你设想，非常帮忙。没有话讲，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很多。相见恨晚，演戏拍戏是有缘分的。我真的是很想和他合作，已经晚了，不想再晚，所以一定争取他演出。这就是国际上首屈一指的李安大导演的一番肺腑之言了。在他的眼里，天才就是梁朝伟，梁朝伟就是天才。而这个国内影坛数一数二的，喜欢帮人设想，热衷于提供帮忙的这个天才型的演员，这次搭戏大器早成的这个聪明的王一博，您说年方24岁的王一博是不是时来运转，撞上大运了呢？熟悉梁朝伟的人都知道，他有个纵横影坛无敌手的必杀技。那么这个必杀技又是什么呢？话说电影《商城》的导演曾经对梁朝伟提出过一个匪夷所思、诡异离奇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完全针对梁朝伟那几乎无坚不摧的必杀技了。这个要求就是大导演居然要求梁朝伟戴上眼镜，以便让观众们能够专注于他的演技，而不是他的眼睛。因为梁朝伟的眼睛实实在在是太来戏、太抢戏了，所以导演们这回是想让观众们被迫回归到梁朝伟的演技上，是想让观众们知道这个梁朝伟可不是只懂得用眼睛去演戏的人。结果呢，即使被迫戴上了眼镜的这个梁朝伟，双眼依旧是充满了故事与沧桑感，充满了魔幻与力量感。所以后来惯常10年磨一剑的知名大导演王家卫干脆挑明了说，他说梁朝伟无需语言，靠眼睛便能传达一切了。说到这儿，您明白了没有？眼睛里面都是戏的梁朝伟，假如把自己眼睛里面的能量场过度一丢丢给这个有幸搭戏的电眼王一博，您觉得一个充满电力的未来的可能性该有多大呢？话少活多的这个王一博，这次如果真的是跟电眼梁朝伟偷师成功的话，其能量场真的不是每日精进的那一种说法了，而是任督二脉的那一种说法了。话说2007年，梁朝伟首度跟刚刚提到的国际知名大导演李安合作了，在电影《色戒》中饰演了一个性格冷酷的特务头子易先生。在大导演的加持和指点之下，这个梁朝伟再次在自己的演技上实现了元年一般的重大的突破。这次出演被誉为是一次完美无瑕的演出，就是凭借这部片子，他第3度摘获了台湾电影的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一战封神之后，从此江湖再无传说了，因为江湖都已经是他的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一解释您就会明白了。值得一提的是，色戒当中牺牲堪称最大的女主角汤唯，当年立马就被全中国无情的封杀了。结果呢，封杀至今，这个汤唯依旧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相当耀眼与活跃度极高的热度大明星，仿佛她
活成了一颗永远都不可能被社会主义铁拳射死的唯一的传奇巨星了。这是不是有一点超级魔幻的感觉呢？但这种魔幻就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巨星梁朝伟的身边了。而且您想想看，仔细想想看，为什么同一部戏汤唯当场就被无情的封杀了呢？而这个梁朝伟却啥事儿都没有呢？重重的玄机，您看得懂吗？您知道一统江湖的一种寂寞感吗？总之，擅长点石成金，专注化传奇为永恒，是这个不老传说梁朝伟的幸运之火、幸运之光了。他这次加盟无名，绝对是国家资源在背后操盘操控的诱因了。谁在苦心栽培流量无限、前途无可期的这个王一博的呢？这就无需我多说了吧。反正公开的海报，这两个老戏骨、新戏骨的民国的造型，让无所谓的吃瓜群众们看了之后也是大呼过瘾，因为海报视觉的抓力强横，相当有年代召唤的那一股气息。明年又是党国的大日子了，所以阵容上的强大的输出，1万人的翘首的期盼，都是必须的、刚需的。老戏骨配上新生代，老电眼点化新电眼，加上献礼题材的神级打造的正剧的光环，只能说这或是一部连易烊千玺也注定会羡慕嫉妒的高品质的口碑炸裂神剧了。这次海报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一直神隐上海的王一博算是把粉丝们给乐坏了。官宣的这个海报就像一把锤子，敲实了永远都号称坐等官宣的官宣党们的期待。无名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您知道为什么呢？而且这部电影无名的官微也跟着大拉拉的开通了，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自动开启铺天盖地的宣传模式了，跟着就是一连串的主演的名单等等等等的操作了，相信官宣党们的心又会悬了起来的。而新闻我自己依旧只会去关注别人家关注不到的正能量，以及各种幕后所有的真正的精彩。通过这次大拉拉的官宣的黑白海报，我已经看得出来了，明晃晃的2个大字了。这2个大字对于王一博而言，重达千金，堪比钻石，那就是未来这2个字。如果再加多2个字的话，应该是4个字的易烊千玺了。一向都擅长于跟党走的这个伯纳，曾经轻松造神出了一个穿金戴银的长津湖。那么下一个的封神又会是谁呢？又会在哪儿呢？让吃瓜的我们拭目以待吧。如果您同样深刻地感受到了王一博的未来似乎已经完完全全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上了，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2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未来这2个字。大家伙都常说王一博未来可期，而未来又在哪儿呢？在我看来，未来并不遥远，未来就是实实在在的。您说未来又在哪儿呢？有趣的是，有官宣就会有路透，就像有王炸弟弟就会有王炸姐姐一般。生活原本就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惊喜和魔幻的，您说对不？王炸姐姐赵丽颖自打游飞以来，真的就没有什么燃爆时间、拉长亮点的影视作品再上线了。
虽然我也手脚不停的为大家开讲过各式各样的谁是凶手的私家爆料，但是反转离奇的悬疑大片和赵丽颖万众期待中的演技上的大突破，依旧在最后的盖章的过程当中。一张赵丽颖的路透照片再次刷屏了一波网络，图上的赵丽颖乡土气息浓厚，穿着一件土的掉渣的枣红色的上衣，而且还是30年前的那种既视感的不能再枣红了的长袖上衣。时间如果再往前调多20年的话也不过时。肮脏的牛仔裤搭配上了古早味的平底鞋，这么样的一个仿佛野蛮上身的赵丽颖，就这么样的大拉拉的蹲在路边，无惧路人的眼光，寒酸的吃着手里面的盒饭，仿佛已经有段日子没有闻过肉香和菜味的劳动人生的既视感了。如果不是小圆脸著称的这个赵丽颖有着艳压四方的标志性的轮廓，还真的不太让人敢贸贸然的下结论呢。这张的照片如果说是赵丽颖7年群演的时候一张被人抄出来的旧照而已，相信还是会有人会信以为真的。那个时候的赵小刀可不是这副拼命抓住任何机会的一副玩命的样子吗？然而呢，这张路透的照片还真是最近曝光的一张照片之一。看着这么一个乡土气息浓重、素颜刘海加上大辫的古早的造型，而且还要加上赵丽颖猫在路边狼吞虎咽吃盒饭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的野蛮成分的电视连续剧呢？要说传记改开40年的话，这个镜头跟一路野蛮的许半夏似乎也能对得上口，搭得上弦，您说对不？有趣的是，这张的照片居然还是官宣，而且属于赵丽颖的新剧《幸福到万家》其中的一个镜头而已。这部《幸福到万家》众所周知是由郑晓龙、刘雪松、姚远联合导演的，由赵丽颖、刘威、唐曾一道主演的，而且还有罗晋特别出演的一出当代的都市剧。要说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中的身份就是一种逆转，农村妇女何幸福扮相上就是这种猫在路边的十分接地气的土渣扮相。故事的桥段是何幸福嫁到了万家庄之后，因为婚礼闹婚，妹妹受辱，何幸福误伤了村支书万善堂的儿子万传家，跟着呢又因为征地的缘故和村支书打起了官司，使得幸福两口子最后只能进城打工了。兜兜转转之下，在城市生活中的这个何幸福跟丈夫的婚姻也亮起了红灯了。结果呢，脑袋灵光的这个由赵丽颖所主演的何幸福回老家玩起了民宿的概念，跟着就带动起了万家庄的旅游事业了。女强人光环的她最终又带领着村民们和利益集团持续的抗争，赢得了大家伙的一致的尊重。于是乎，幸福到万家的这个标题梗和这个故事梗终于得到了大圆满的结局了。何幸福一举成为了万家村的新的致富带头人了。暖洋洋的结局，正能量的收场，您期待吗？所以从结局回看整个过程，让人相当的感慨，就像从赵丽颖的今天回看赵丽颖的群演之路一模一样。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时间段，都是赵丽颖或者说何幸福，甚至于说是许半夏披荆斩棘、踏平坎坷的故事桥段了。所以别小看赵丽颖在这张官方路透当中身穿枣红色土色的上衣，
黄土味满满的蹲在了路边，无所顾忌，狼吞虎咽的落魄的场景，真的是相当的写实，一下子就拉近了现实和镜头的距离感。毕竟现实生活都是残酷的，对于那个年代的人，对于走过那个年代的人，特别是出身于农村的人，都会感同身受得到赵丽颖所传递出来的真实的地气和味道出来。所谓艺术，就是一种逼真的现实的还原与诠释，您说对不？赵丽颖本身就是底层出身，群演打拼的，所以她所带出的真实感特别的加分，完全没有花瓶所特有的离地万里的魔幻感。戏精上身的这个赵丽颖，单一张路透就把这一份农村的质朴和现实的沉重完美的传递了出来，演绎出了相当实质的味道出来了。敬请留意的是，赵丽颖在剧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可谓深得我心。这句话相当的直白和质感，这是一种敲击人心的直白和质感。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在这儿活下来。这句话平白的没有一点台词上的矫饰的元素，完全的说出了每一位农村打工人的真实的心声，字字带泪，掷地有声。残酷的生活面前，眼泪永远都是多余的。这话只要是出自赵丽颖的嘴，就会与我心有戚焉了。我想这话实际上也是赵丽颖在娱乐圈打拼这么多年来的最由衷的、最真实的切肤的想法了。幸福到万家和野蛮生长都是女性励志的都市剧，而赵丽颖所塑造的这个和幸福，单就这么一个预告片以及路透的照片，就已经轻松的把打工人的辛酸苦楚展示的淋漓尽致，演绎的动人到位。我相信无论何幸福还是许半夏，赵小刀所特有的正能量都会完美的迸发出来，穿透了您的泪腺，抓住了您的灵魂，让每一个有爱有心的人共情进去，产生出无穷无尽的火花出来，照亮了那些负能量充斥的漆黑的夜空。让我们心手相连，能量就能够流动起来。如果您非常的期待幸福到万家和野蛮生长顺利的开花结果，传递出美好的正能量和暖的幸福感的话，欢迎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2个字的短评，也就是幸福这2个字。因为幸福就是汗水的收获，就是可期的未来，更是美好的祝福。您说对不？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匪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聚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点亮了黑夜，带来了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聚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
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